I speak for the trees have no count。我去自然保护区的时候，那个步道走了10年，然后每次是看到这同一棵树，你们都还没有开过花呢，你们要怎么继续繁殖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我的工作啊，算是一个保姆类的工作，就是负责培育，然后繁殖，然后还有就是监测一些我们原生植物的物种，还有将它们就是重新引入到不同的地方去种植。新加坡呢有超过2000个原生植物物种。就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植物，不是从外来引入的，算是新加坡的原住民一样，生活在这里很久的时间。这个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原生物种，它是在树干上开花，它是极度濒危，所以这就代表就是新加坡可能有少过50株植物。它不像我们通常看到就是蝴蝶还是蜜蜂授粉的，它其实是甲虫。所以可能那个品种的甲虫可能比较算是稀有了，所以它没办法就是授粉。其实完全没有看过它的果实。采集的时候会带2个包包，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袋子，里面是放我的种子，还有植物，还有塑胶袋。然后这个主要的包包呢是来放我的相机啊、工具啊、雨衣，还有我的水壶。然后我这里有这个大剪刀，是拿来采集就是较高的植物的。我通常1周可能有3到4天会来这里采集种子、幼苗，还有插条。因为这里的森林呢会比较原生态，所以会有更多的原生物种。我最害怕的是蜘蛛。如果刚好就是掉到我头上的话，我会就是把它甩开，然后会喊得很大声，可是尽量不要给人家听到。这个是 Copsia singaporensis， 现在新加坡呢只有益顺的那个淡水沼泽区才找得到这个植物，所以它通常都会有这个白色的花朵跟红色的中心，就是有点像我们就是新加坡的国旗一样。它的那个发根率其实还蛮低的，可能28%而已。比起别的 Copsia， 它的结果率根本就是差不多归零的。原生植物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比如说，它能帮我们稳定土壤，能帮我们过滤污染的物质，能帮我们过滤地下水，能够帮忙调节我们自然生态的温度和湿度。有这样桃子的味道，只是可能今天好像有一点变质的桃子现在呀。通常，如果我去自然保护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跟着那个蝴蝶跟鸟，因为只要有它们在，可能就是有东西在开花，还是有植物在结果嘛，所以就是可以去那边采集。有香味。有些植物可能它在就在我们的苗圃里，可能没有那个传播者，那个蝴蝶还是特别的蜜蜂的话，我自己会去用那个刷子帮它们就是人工授粉，然后才接到果实，就是好像一个有点像媒婆啊，因为我就是还要帮他找他的伴侣在哪里，然后再把它带回来，所以呀，是有点像。这棵呢是我在新加坡唯一知道的一棵马来甲芒果树，因为它的果实长得有点像小小颗的小芒果一样，然后它非常难种植。你看它是被虫咬过，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种植。然后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算是完整的吧，所以我们拿回去的时候会再进行处理，把它放在水里面，看它有没有虫子会从里面飘出来。我去自然保护区的时候，走那个步道走了10年，然后每次是看到这同一棵树，有时候会想，你们可以开一下花吗？我等了10年，我都还没看过它开过花。
也就是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去遇到他们，因为有些真的太过稀有，所以如果你那一年你拿不到种子的话，你可能要再等个10年。我曾经看过个动画片，然后 it's called The Lorax。有一个名言就是，I speak for the trees, for the trees have no tongue。I speak for the trees。算是一个启发我去做这种保育类的工作吧，哪怕是只能拯救一棵植物，对我来说都已经很有意义了。我把我的兴趣当成我的，就是变成了我的工作，所以工作不会痛苦。因为每一颗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吧。要是能继续繁殖下去的话，让我觉得哦，我的宝贝到处都在，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还开花，所以还成家立业了，所以这就很好，对哦。